欢迎魔丹原始人。我是跟你老师。亚伦有看到 PTT 的那个华语音乐版粉丝的那个评论吗？因为那个下面的评价，以前会看是在拍戏的时候，丢 demo 的时候我就是流手汗。会不会是年纪大的前？我这里遇到我蛮会主持的，其他人的时候还好。如果以36题爱唱你跟金钟跟 Live Asia 3个比的话，你觉得难度要排行的话，哪一个是你觉得 Live Asia 比较难？因为我要一个人哦，我说你其他都有搭档。对啊，我其他有时候不小心放空，回来的时候还在线上。等一下，你跟陈哥主持没有放空，没有，只是他有 carry 我这样。因为我们其实金钟的前置作业，我们是有一起。你们有一起聊是不是？就是一起的，所以其实也有耳闻到，就是其实你们是非常的用心在准备你们的，因为没有主持过，所以更紧张，然后也怕就是陈哥觉得怎么这个小子这么有底气，就是不用讨论的吗？这样子，所以我有一次好像就是凌晨2、3点，我还在丢，那这样子改好不好？这样子。这么晚还烦这种老人？对，我也很犹豫啊，但是因为他老人家不是早睡了吗？因为他那时候录影录很晚，所以而且隔天就要了，隔天就要来彩排了，然后我想不行吧，还是要传一下吧，然后结果他也很好心的，就是在跟我对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那时候蛮感谢亚伦接下金钟主持的。怎么说？因为我就觉得没有人要主持，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亚伦一直就是很适合做这件事情。可是因为可能一下子要做这么重的工作，可能很多人就是像你刚刚开头讲，可能会觉得，我好像还没准备好，或者怎么样。可是你很勇敢的去接了这个挑战。懂，我觉得这一种方式在生命里面好像蛮酷的，就是虽然你没有准备，但是其实你应该要相信你的累积。那这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在说的啦，但对于可能刚毕业的人，你还是要多去用力的去累积这样。那时候其实很可惜，是其实有删掉一些，对，因为时间大概15分钟左右的东西。那关于主持还有谁要发问的吗？我想再问一个，就是因为亚伦很常会让人家有一种可以跟你掏心掏肺的感觉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就会很想要你要跟他掏心，就会很想要看你主持那个谈话性的节目，有没有机会一个人来做这样子的类型？你想要做什么节目？会 YouTube。有想过 podcast、YouTube 这一类的。但 podcast 的话，他有在主持，他想要邀请来，就是点阅率很烂。你不要讲了，他自己邀请实话实说，看有没有机会可以邀请。他不轻易答应，他已经讲了。他怎么感觉好像在排斥啊？没有，因为我什么话都没说。拒绝他，所以他因为我先把我没有要去。好，没关系。没有啊，开玩笑的。我有想过要开一个，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失眠嘛。然后我想说，如果失眠的话，我可以跟大家聊个天，也许大家会更难睡。因为听你讲话会有一种在耳边，就是我刚刚要讲的是这个啦，因为我其实跟你们比较熟，然后但是我现在因为开始爱交朋友这件事情，其实有蛮多朋友会第一句话就是说，我以为你很难相处。谁讲这种话？网络上面的形象，所以我其实这件事情有给我很大的那个冲击，说原来我真的是营造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在那边。你什么时候惊觉这件事情？今年才过几天，好了，去年啦，今年才过2020。谁跟你讲的这个话让你走心成这个样子啊？没有走心啦，就是觉得我没有意识到我真的形塑出一个这样那么难亲近的自己，这样。你会是主动去认识其他人？我有比较主动一点，因为这是一个投射啊，在世界上你投射出什么能量，回来的就是什么。那感情你会主动吗？不是我在讨教，我感情一直都很主动。你感情一直都很主动。对，好，我先学小先笔记。这个他刚刚讲那段话，我真的觉得要笔记耶，就是投射出来，人家就会觉得这样子，立刻笔记，真的很适合走心理导师路线的。瞳孔有滤镜就是这样在写，就是我真的觉得很多的标签，我也意识到我其实是容易给人家贴标签的人。我有时候拿到那个来宾的名单的时候，会觉得说，不想访。谁？我会心里偶尔是这样想。当我真正坐下来
面对面这个人的时候，我觉得，我好像没有办法讨厌他，我好像经过这些题目之后，我好像还喜欢他，这样子。不是还爱上他？比较难，偏难。我们刚刚聊的就是，不管是主持或者是歌唱，其实都感觉出来你在精神层面跟心理上面，好像就跟过去有一些比较不一样，感觉变得更柔和一些了。对。那关于心灵层面的部分，是不是同学有什么问题想要问？我想要问一下，就是你有没有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有经历过某段低潮，让你真的觉得我这个好像是退出演艺圈好了，反正钱赚够了这样。而且还没有后面那一句太多。被你发现了。18年2018年，赶快去赶快 Google 一下2018年发生什么事情。2018年出了2张音乐作品那是什么？你不喜欢那音乐作品？不是，马上聊好。我很喜欢，只是我觉得我对于我认真的100%的自己，我要什么时候让大家去理解我这个 timing 出乎我预料之外。刚刚很抽象。就音乐作品可能你在找自己，不是2018你在找自己想要的，不是跟音乐作品没有关系，还是你呈现就是不是音乐作品，会很 shock， 就是要去跟大家分享我比较感情层面的东西，但也因为这样啦，就是你也必须得真的面对自己所有的包装，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连我自己的包装我在自己骗自己这样。那我好奇问题是说，那时候有没有谁给你的打气或者是鼓励是你印象很深刻的？就是那时候 ，everyone， 每一个人，但我唯一不放过自己就是我自己。所以你纠结，自己在纠结。怎么会今天？对啊，现在2年过去，应该就好很多了吧？今天为什么要这个？你上 PPT 不要学啊！事件其实我觉得冲击蛮大，可是我是觉得是蛮对于其他甚至是年轻的朋友，我觉得是蛮正向的一件事情啊。好了，先不细聊。先拿我们可以去你的 podcast 聊这个，反正收听率也不高嘛。你确定可以讲吗？你刚一开始说你说话算话哦。对啊，可以聊啊，反正点击率可能就多10而已。没有靠你增加点击率。好，先帮你留下时间，先留下时间。好，关于心理层面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吗？我其实因为你刚刚有讲到说，不管是刚刚开玩笑的地震，或者是很多事件，其实你在很多你的言行都很容易成为讨论的话题点。对，在发生这些事情的那个瞬间，你是怎么样去面对自己跟面对这些事情？我不知道你就这样走过来。我只知道我要呼吸跟睡觉，有一段时间是这样。18年的时候，我是1个礼拜就瘦了7公斤。那时候的自己真的是靠着自己才有办法往前走的。虽然旁边很多手，但你知道搭哪一只手，都不如去好好的面对自己的手。就是你到底在干嘛？你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真的去听听看自己是什么东西，这样。好，我就要给你们鼓掌，因为我觉得你没有放弃。没有，我是蛮正向来讲这件事情，我有觉得很棒，就是很多艺人都会标榜说他们改变或者是突破怎么样，可是其实你是带着过去的累积的养分。这个有一个很好分享的，大家都会说什么撕标签啊，要把自己的什么东西拿掉什么的。我觉得标签的形态比较像是搜寻引擎上面的关键字，你一定身上有很多东西，偶像歌手、艺人、演员、颜批种种的。那可能以往有一段时间颜批很大，对，那你不可能摆脱它，你只能想办法让别的标签、别的搜寻词变大，然后把它们变成这样子。所以我现在在做的就是，我要把以前偶像团体这么大。偶像歌手这么大，然后变得你在旁边休息一下。我想要让自己做专辑、自己写歌这些东西稍微变大一点。新的标签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启发，是因为 Sony 写的宣传稿。他们是说炎亚纶要重新撕开自己，然后就有一次
忘了是哪一个记者，就是照着那个问说你是要撕开什么这样？我说我没有啊，就我没有要，我已经诚实的面对我的过去的种种的时候，他是跟着我一起前进的。你不可能舍弃掉你任何的成长过程中累积的东西，好的坏的。在骂那个宣传乱写，没有啦。那刚刚讲了这么多啊，就是不管是心灵上啊、音乐上啊、主持啊，那当然大家也很好奇，你演戏，接下来还会有演戏的计划吗？会啊，会有明确的，已经不是说单纯谈进组这么简单的事情。现在我连戏这一块我参与的都很深。哦，你想要做戏？对，我其实这个也是我其中一个承诺这样子，所以未来如果是进到一个组，那也是从baby 的时候就已经参与的。哦，那2021年这个 baby 会生出来吗？还是不知道？还是10月的时候？会吧？这个 baby 生得出来吗？这个 baby 生得出来，真是天哪！好期待哦！已经在你的肚子里面了。第4季 Q4 又是要压线了，又要压线了。12月10号，有一年时间来。现在都用那个老板的身份 Q4 啊。好了，那最后要不要跟就是观众朋友再好好的推荐一下新专辑《摩登原始人》？对。摩登原始人真的是最终希望大家思想上更摩登，然后生活可以更朴实。我觉得思想的进步不会随着科技的必然的进步而必然的前进。以前我也是这个企图心，但我用错方式，我用比较尖锐的、比较立场过于偏颇的。那这么极端的立场一定会引来另外一边的一种声音嘛，然后就没有造成讨论。所以现在我用这张专辑。虽然歌词讲得很深，但是曲风上比较轻松一点，让大家比较好吞，比较好去咀嚼它。MV 可以重复看很多次，因为我每次看到石湖那边，我自己都会哽咽一下。他真的哽咽，我真的哽咽，这是我真的很希望大家看到的现在的我。是什么样子？5跟0啦，那口天吴长庚医院的庚雨霖铃。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再次感谢你没有放弃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心理鸡汤太严肃，来上 podcast， 拜拜。